父亲不太同意。可能是感觉我配不上他吧，然后经过他的恳求，他爸爸妈妈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只是说给我1年的机会，让我证明我能配得上他。在这1年期间，他换了很多次工作，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希望，所以我觉得不想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1年之约，希望一个人在1年有一个崭新的表现，他们好走在一起。但是这1年之约让女生失望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把这对年轻人请出来，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任23岁，来自黑龙江，职业销售；女主人公小宁22岁，来自黑龙江，她是一名学生。来，有请2位，欢迎哈。还在读书是吗？对，今年毕业。你已经工作了？工作2年左右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一个老家的。说说这1年之约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在老家认识的，来到北京之后，他领我去见他爸妈，然后他爸爸就特别反对我俩在一起。经过他的一再的劝说，他爸爸同意了，给我1年的时间。为什么反对啊？可能觉得咱小伙儿文化不是特别的高。你什么学历啊？我是高中，然后家庭可能也配不上他呗，就不让。那这1年之约的约定内容是什么呀？让我在这个1年啊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工资得月薪5000左右，而且还得有五险一金。父母怎么会提出这么个要求呢？就是当时是想让我去相亲，但是那个时候我俩也是一直有联系，我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他一开始是在老家，后来他听说这个相亲的事儿，他就把老家的工作也辞了，然后跟他的父母说来北京找我。当时看见他挺感动的，而且那个时候也挺喜欢他的，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了。但是我爸特别的反对，觉得他高中学历，而且刚来北京又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不让我跟他在一起。我劝说我父亲，他就最后就是说给1年的时间吧。那你在这个小片里说到的失望是指什么呢？这1年之内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有太多的东西我都接受不了。一开始还行，挺有上进心的，但是后来做什么工作都是做不到2个月，然后就换了。我感觉他特别的没有耐心，我跟他感觉就是看不到什么希望。要说他父亲还是一个挺聪明的父亲。这1年多你都做了些什么呀，小伙子？刚开始听我朋友说开这个钩机挺挣钱的，在北京就找了一个工地，因为刚学这个嘛，肯定是说手法不行啊，领导也总说。一天时间特别的长，早上得5点多钟、6点多钟就起来，天亮了就得干活，下午得晚上6、7点钟能下班，一天10多个小时，而且吃的也特别的不好，每顿都是土豆白菜啊，还没有肉，还没有油，睡的也特别的不好，很多人都睡在一起。但是别人能干能去吃那个苦，你为什么就不能啊？坚持不了啊。第2份工呢？第2份工作去推销这个车险。他推销车险连做了1个月都不到，他就不干了。刚开始推销车险，我觉得这个应该能挺挣钱的吧，现在车这么多，就是说去干了，就是根本就没人搭理你。你去干去，就是说你给人递这个保单的时候，人家看都不看，看了之后就扔了。更受打击的是，很多人太可恨了，就是说他填完一番资料之后，在姓名栏上填上姓名是你大爷，就特别的气愤，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受这个气呀？但是别人怎么填是他们素质有问题，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工作不就行了吗？你在乎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他也不挣钱呢，你总在这靠着还保不住鸡蛋，根本就不挣钱，我为什么要在这靠着？那你当初选择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这么多呀？因为我不知道，我也没了解过呀。哎，第3份工作是什么呀？我问问。刚开始第3份工作，他跟我说他在做这个房屋中介，然后有一次呢，我跟我同学去逛夜市，我就看见他在那儿卖手机壳，我当时特别的惊讶，我觉得他怎么能瞒着我做这种事儿？我干了半个月房屋中介呀。那你为什么辞职了不干了？你也没跟我说呀。你想想，刚去干房屋中介，你没有客源，他也不挣钱啊。你就是干什么都坚持不下来。那房屋中介别人做的都挺好的，你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下来呀？我也想坚持，刚开始他不挣钱，咱在北京吃什么喝什么呀？给你1年的时间让你去坚持还不够吗？你现在做什么？我现在没工作。就是因为他父亲的这个建议，把你们这个坚固的爱情堡垒从内部就给炸开了。自从我把他手机壳都扔了，不让他去摆了之后，他就每天在家
打游戏，也不找工作。然后我每次叫他吃饭呀，或者是什么，我把饭都做好了叫他吃，3请4请的他都不过来。你为什么这样呢？总跟我提他爸一年之约一年之约，谁能受了啊？还不能出去喝点酒？喝酒喝到很晚才回来，然后回来了之后跟我发脾气，摔东西，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我觉得就有压力才能有动力，让你去前进，让你去上进呢。压力太大就压趴了。你根本就没有去努力，你怎么就知道压力大给你压趴下了？我怎么不努力了？我也努力了，你努力的成果就是每次做一个工作，然后2个月不到就辞了吗？姑娘别着急，我再问问他。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我还想去干，就是说销售这一类的嘛。那你失业期间有没有学习点销售方面的知识呢？看了点视频，就是说销售这方面的。你快得了吧！你每天在家只是玩游戏，你还说你找什么工作？我压根连看我都没看见，要不然就是出去喝酒。你应该鼓励他，你知道吗？那你就鼓励我呀。但是你每次工作你都做不长啊，我怎么鼓励你啊？我也想做长啊，但是他得挣钱啊，他不挣钱。可是你根本就坚持不下来。别着急啊，小伙子，你觉得你被压力压趴了吗？差不多了，特别累。你觉得他父亲当时提那个要求核心目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拆散我俩吧，让我最起码让我证明啊，我证明不了了，我发现。那就说你是在认怂了呗？我没认怂啊，但是现实太残酷了。好吧，那你现在觉得你父亲当时所看到的这个小伙子说他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未来，你觉得他的看法对吗？当时我觉得他挺有上进心的，在家里的工作也挺好的。他说他为了我，家里也是在工地里边开铲车，但是来到这边了，时间都特别的长，工作跟家里边的不一样，吃不了这苦。我觉得他再这样下去，我就没办法跟他在一起了。我也不想浪费彼此的时间。他如果再这样的话，我感觉我接受不了了。这个资料上说你今年大4，对不对？对，我快毕业了，很快就要毕业了，对吧？对。有着落了吗？还没有，我开始投简历了。有压力了吧？有压力啊！以前我挣钱的时候吧，我还感觉没有什么，但是两个人生活也挺费劲的。但是现在他要是能挣钱，挣的比我多的话，我感觉我也怕坚持不下去了。他尤其是他父亲还有他母亲这方面，给他压力特别的大。好，事儿听得差不多了，这一对看看大家怎么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如果我们把1年之约比喻成定时炸弹，有的人一直都在努力，直到最后1秒，咔，这个危机解除了，这就是一线生机。如果换成你，你就在等死。我也是这么想的，天天都感觉明天就是这个1年之约了，我感觉我跟他就要分了，没有动力了都。你干嘛非得耗到1年再分啊？直接就分了吧。我见到他的时候，就从第一眼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他，根本就不想放弃。不想放弃你做什么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你在放弃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而你也知道那些工作可以带给你们俩的未来。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呀。不努力，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找不到好工作呀？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很佩服他的父亲，也可能他的父亲通过他的阅历看透你带不给女儿幸福的未来，所以给你出了一个考题。其实这个考题它目标也不是非常的难以触及。我想到1年你交答卷的时候，可能我们不要求100分，你可能是一个60分及格，但是能让人家看到希望，他有这种付出，有动力，有勇气，有一定的能力，所以他可能会让你通过考试。但现在根本就没有去尽心的去作答，你就放弃了。抛出爱情咱不说，回到这个人在社会当中的生存能力都没有，你怎么能顶天立地做一个男人呢？所以小伙子自己要有勇气，不要怨现实太残酷，不要看不起那些可能现在阶段你收入很少的一份工作，因为它会带给你一个能力的锻炼，同时还会给你未来。女孩其实呢，我觉得你有一点点的问题，不是把你们2个人的压力让他一个人承担，你要显示出为了这份爱我做出了什么，我做的努力在哪儿，父亲真正的意图是在哪里。我也有跟他沟通，我也在鼓励他。你怎么沟通的呢？你怎么表达自己的立场的呢？我只是告诉他不要觉得压力这么大，不管是他只要是能努力的话，我会跟他一起去面对我父亲的任何的问题。
你做的真像你说的这么完美吗？那我问你个问题，他卖那手机壳难道有错吗？他是没有错，但是我接受不了他隐瞒我。这是两件事，绝不能混为一谈。他隐瞒你是另外的一个事情，他可能理解你不希望他做这种没有体面、不稳定的工作，但是你为什么把他手机壳都给扔了呢？谁说手机壳就不能造就一个亿万富翁呢？以前我是做手机的，有很多的代理商都是从卖配件做起的，你为什么不能换位思考，给他更多的支持呢？不光给他压力，要给他支持，不光把问题抛给他，一定要帮助他一起解决问题，这是你们俩之间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如何一起面对这个一年之约。但是自从那次以后，他根本就不去找工作了，每天出去喝酒，我是特别忍受不了他。我每天在家做好了饭等他回来，然后他都不回来，很晚才回来。我做饭怎么了？我每天给你做这个做那个的，我哪儿不对了吗？对，你做饭，这顿饭淡了，然后我说了鱼淡了，你下顿饭你能给我放半袋盐，整个就一咸菜。我要说明有色你咸淡了，我给你加点盐有错吗？我这不是也在改吗？你那不是加点盐呢？我得，我就觉得他们现在年轻人特奇怪，好好的大学不读，谈恋爱也就罢了，结果还过起了小日子。你们要都这个，你们怎么立足于社会呀？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俩中间的两个问题，男方的问题是无法处理自己一个男人生存的问题，女方是没有好好的处理恋爱当中的那些琐事的问题，如何去面对困难。如果你们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所有的都不成为问题了。我也很奇怪啊，现在那个在城市里面找一份稳定工作，算是一个难如上青天的事情了。高中生是怎么了？韩寒不高中退学吗？那个马云不有初中专吗？我们学历都差不多，读书的年限几乎差不多，我就比你多读2年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我从高中开始就要每天要写多少字吗？在我出第一本书之前，我写了400万 fake。我在我学传媒这几年期间，每天都在电脑房里面度过，所有的钱把吃饭钱省下来，就去学什么？学3维动画。为什么？为了我毕业之后能找到一份工作，因为我个子太矮，我不能扛摄像机。我们那个专业就是学这个。1年时间，他爸给你的要求高吗？摸着良心说，高吗？你觉得他爸难为你了吗？他爸已经是为这个女儿已经妥协到这种程度，你只要有份工作，我就接受了。就连这么一点点小事情你都做不到，为什么？做男人怕没心气儿，你就是胸口没那口气。一个男人的尊严就是要争口气，你现在没有尊严，因为你把那口气给丢了。一个男人成功的秘诀就是一直坚持去做他感到羞愧的事情。推销我也干，广告业务我也做，涂老师也是干销售出身的，谁没做过这些事情？谁没有被人指着鼻子骂过？凭什么你不行啊？没有心气儿。你觉得你现在可以躺着了？有些人的大男子主义，那是我就要挣钱，我就要养家，我就要对老婆好。哎，这个大男子主义我是赞成的，你能够照顾老婆照顾家人。但有些大男子主义是什么？是耍赖皮。哎，我就不行，但你就得给我做饭。哎，我就在家待着，你就得养我。这就叫大男子主义吗？这叫耍无赖。你想做一个无赖吗？不想。最后我要跟男生说一句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果我站在你这个位置，在这1年里面，我会花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去参加某一个事情的培训，然后再通过这样一个培训的事情再去找到一份工作。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一些电脑的培训，或者说一些技能的培训，为什么不去学习？学习知识跟学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先学再去做，时间来得及。就像大家所说的，女方的父亲对你的要求真不高，没有刁难你。但是在你这儿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和很多男人的一个错误观念，就是男人的事业是为家庭为爱人。错误，男人的事业就是为自己。不要打着那什么幌子，我挣钱都是为了家里，我挣钱都是为了你，因为我们之间的爱压得我气喘吁吁。不是，你的事业只是为了你自己。你不找他了，你将来不成立家庭吗？你不找他，你就不要事业了吗？你就可以不上进吗？你就可以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往上走吗？不是吧？对，我刚开始开网吧的时候，每天在那网吧外面拿这个水龙头冷水洗澡，就穿条短裤，然后外面大学生女生走来走去。
人的生存空间是两条线，一条是你的能力，一条是你的忍耐力。你要是能人所不能，忍人所不忍，你的生活空间就比别人大。既然你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境遇，就不要在这儿充公子哥。凭什么你忍不了做别人能够做的事情？凭什么你就吃不了苦？既然你当初能够勇气可嘉的从远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为了他而远走他乡，为什么在你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想到自己当初来这儿的原因？老王家的驴掉井里边了，那驴直叫唤。老王想尽办法叫邻居来把这驴想弄上来，就是弄不上来。最后老王想想，反正这驴也老了，干脆把它活埋了算了。结果一铲土一铲土的往下掉。这个时候驴不叫唤了，他发现那驴每次把身上的土全抖下来，抖在地上，然后踩着那个土慢慢的驴就上来了。生活的压力就是那一铲一铲的土啊！你要是不把这些压力踩在脚底下，你怎么可能往上走？所以你会刚才赵传问你说，哎呀，我已经压趴下了，你就不知道抖一抖，想尽办法把它踩在脚底下，来缓解这些压力。女方其实我认为你确确实实有一点，把这个摆地摊啊，看成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你内心应该有。因为从他的语言当中说，他刚才是怎么形容的？他说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不可否认的，你肯定有小小的原因，是因为你看不起这个事儿。第二点就是刚才曲伟所说的一点，每当女方家的人向男方提出某些要求，像类似于这样的1年之约的时候，其实这个压力是你们共同的，而不是他一个人。虽然你说我鼓励过他，我为他考虑过，为他做饭，虽然我做的不好吃等等等等，但是其实你并没有做到共同进退。你尝试的想想，如果你是为了他而远走他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认为你能做到什么？应该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跟他一起面对。你要知道，如果一个男人为了你一个承诺而远走他乡，那么你的那个承诺就是他的家，他就在那个家里边待着。所以你要更可能的去鼓励，用温柔的方式去激励。这个台本的名字叫1年之约，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个所谓的约定，也有很多个所谓的承诺。其实如果让我自己努力来想想，我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我给自己的承诺和约定，我有多少个是实现了的？没有实现的时候，我是因为什么而妥协而放弃的？其实我想想，就是最后的那口气儿，而一口气儿没上来，结果就放弃了。但是放弃了之后，你再要实现这个想法的话，你要花出比原来多出1倍甚至2倍甚至3倍的事情。我依然认为一个父亲是智慧的，要劝人和，就劝他分；要劝人分，就劝他和。特别是那种有过海誓山盟就想拧在一块儿的人，就用困难来制造他们生活当中彼此之间的隔阂。你找到了工作也好，你找不到工作也好，我女儿都吃不了亏。你如果要实现这个诺言，只有踏踏实实干，好吧？鼓励你，就这样。